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王一博座谈会全程对稿念，杜华听着打瞌睡，穿200元衣服被质疑。29日，王一博现身中广联合会举办的加强广播电视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座谈会，状态成功掀起热议。当天出席座谈会的都是业内资深演员，如唐国强、张凯丽、王劲松、杜华等。当然最受瞩目的当属杨幂和王一博两位人气演员。当天王一博一身黑现身座谈会，头上还戴着一个渔夫帽，看上去休闲又时髦，完全不像是去参加座谈会。若不是手上拿着的无名的剧本，网友还以为王一博是要去露营。有网友戏谑王一博这身行头像是刚骑马回来，也有人觉得王一博可能是要去露营。在大家看来，王一博这么穿搭完全是为了帅气。随后网友扒出王一博这身穿搭，一身都是户外穿搭，确实是露营风格，但价格却让人十分意外。裤子和鞋子都是1000元款，衣服更是只要200多元。的确，仔细看座谈会众人的穿搭，大都是黑白色系，或是衬衫搭配西装，简约干练。就连杨幂都穿着白色的中式衬衫，很是清爽。可王一博的打扮看似低调，实则十分惹眼，户外的穿搭、抢镜的帽子，都让他格格不入。不止穿搭备受争议，王一博当天的发言也引来质疑。作为青年演员的代表，王一博也在座谈会上也做了发言。他表示，我将知法、懂法、守法，不触底线，严格遵守行业道德标准，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不过仔细看王一博全程是对着稿子念，他低着头一直在看着稿子，全程没有对着镜头。本就是枯燥的句子，再配上王一博生硬的朗读，更是分外无聊。身后的杜华一度眯着双眼，昏昏欲睡。王一博讲到最后，杜华终于忍受不住沉沉的睡意，闭上眼睛睡着了。只是在座谈会上昏昏欲睡的杜华，到了外面和杨幂聊八卦却精神抖擞，让人直呼有趣。对此，网友吐槽王一博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念稿机器，还嘲讽其这点台词都记不住，又岂能记住电视剧里长长的台词。不过也有人表示，王一博当天还是十分低调认真，出场的时候虽然迷妹众多，但王一博却目不斜视，不予理会，一直跟在杜华和王劲松身后，还牵着王劲松的手，乖巧的像个孩子。座谈会开启后，王一博也十分认真，脸上始终带着严肃的表情，像是专心学习的好孩子。大合影的时候，王一博的表情更是坚定的像是要入党，和躲在最角落只露出半张脸的杜华比起来，显然更像一位根正苗红的青年好演员。值得一说的是，这次杨幂也现身座谈会做了发言，但她的发言却掀起更大的争议。杨幂作为演员，应该自觉抵制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逃税，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可却被网友扒出3年赚了4个亿，平日的打扮一身名牌，但在座谈会上却穿着400元的平价款。作为流量演员，王一博和杨幂一直都备受争议，但两人既然能作为青年演员代表参加座谈会，想必实力备受认可，希望他们能够以身作则，多散发一些正能量。中广联合会召开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座谈会，王一博等表态。8月29日，
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职业道德建设委员会加强广播电视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座谈会在京召开。中广联合会会长、职业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范卫平，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司长、中广联合会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经纪人委员会会长高长立出席。会议由中广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黄伟主持。会议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宣部和国家广电总局关于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相关部署要求，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文艺工作者的教育管理和道德建设，遵守社会道德风尚，规范职业行为，防范失德风险，推动行风建设，督促引导广播电视机构及从业人员遵规守纪，自觉承担社会责任，恪守职业道德，维护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良好社会形象。座谈会上，唐国强、张明志、刘江、于飞、陈敏正、申亚东、程毛、杨幂、王劲松、丁柳元、郭晓东、陈冰、王一博、李立功、敦奇等分支机构负责人、会员和演员代表围绕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强化行为规范、推动行风建设等方面先后发言。导演郑晓龙，编剧刘小飞，演员于荣光、刘进、闫一、许文广、孙岳斌、杨童书、张国强、林永健、黄晓明、萨日娜、严丹晨、马诗红、于和伟、于丽红、王艳辉、许亚军、杨紫、肖战、张一山、张天爱、陈赫、林更新、迪丽热巴等通过线上或书面形式发言。大家表示，作为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要坚持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职业道德建设工作，以身作则，遵纪守法，恪尽职守，明德修身，自觉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全国政协委员、中广联合会演员委员会副会长张凯丽代表演员委员会宣读新时代演员职业道德准则，并公布了演员社会公众监督热线。会议认为，新时代广播电视文艺工作者要坚持党的领导，坚定政治立场，深化思想认识，坚定人民立场，肩负社会责任，杜绝违法失德行为。要深刻认识到职业道德建设工作的重要意义，不碰红线，坚守底线，从自身做起，从实际出发，坚守职业道德，追求德艺双馨。会议强调，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文艺工作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文艺工作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在培根铸魂上展现新担当，在守正创新上实现新作为，在明德修身上焕发新风貌，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文化创造，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是广播电视文艺工作者的努力方向。会议强调，要切实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要深化理论学习，旗帜鲜明讲政治；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要坚定文化自信，立足德艺双修，要按照德艺双馨的要求，把为人、做事、从艺统一起来。要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艺术训练，努力追求高品位、好艺德、真才学、
要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要坚决抵制违法违规、师德师范，自觉抵制名利诱惑和低俗、庸俗、媚俗，真正成为真善美的传播者，先进文化的践行者，时代风尚的引领者，社会形象的塑造者。3是要恪守职业道德，坚守社会责任，要自觉抵制不分是非、颠倒黑白的错误倾向，自觉摒弃低级趣味，自觉反对腐朽思想，要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认真严肃地考量作品的社会效益和传播效果，要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的尊重和喜爱，创作出更多优秀的广播电视作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4是要完善规章制度，树立行业新风。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作为全国最大的广播电视行业的社会组织，将充分发挥党和政府团结联系广播电视行业的桥梁纽带作用，团结引领广大广播电视文艺工作者遵纪守法，崇德尚义，努力在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上下功夫。要按照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章程、中广联合会职业道德建设委员会章程、广播电视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和职业道德自律公约、新时代演员职业道德准则的要求，抓好落实，加强监督，发挥作用。中广联合会党委书记包峰、副秘书长周然义，中广联合会演员委员会、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经纪人委员会、电视制片委员会、电视剧导演委员会、电视剧编剧委员会、音乐委员会、文化艺术视听传播委员会、造型艺术委员会、乐华娱乐、北京天一娱乐、肖战工作室代表等50余人参会。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